嗨，我是小猪。郭富城2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他的岳父出生了。多年之后的这张全家福，54岁的方母已是奶奶，59岁的郭富城却还是精壮小伙儿，油头一丝不苟，眉目深邃多情，肱二头肌微微用力就凹出一个好看的弧度。一家6口，唯一有资格申请老人卡的是女婿。郭富城的帅气非常具有迷惑性，让人产生巨大的幻觉，忽略掉方圆其实也是崩老头阵营中的一员猛将。纵观郭天王在册的18位绯闻对象，他真是40年如一日的钟情长发大眼又年轻的美女，审美非常稳定。但爱归爱，谈归谈，天王对待感情永远遵循2条铁律：不承认，不花钱。在天王的认知里，你和如此英俊的我谈恋爱是你的福气，怎么倒还要求我送你礼物？我不理解。我看你有几分姿色，刚好我也心动了，你自己想办法爱上我。毕竟13亿人里，我只给了你机会，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所以在熊黛林30岁的生日，天王花了360万港币送了一辆跑车给自己，并且说，车虽是买给自己的，但是熊黛林拥有副驾的使用权。26岁到33岁，熊黛林用最好的7年和郭天王谈了一场永不认账的恋爱。收到的唯一实体礼物是卫生纸，哪怕熊黛林在郭富城家庆生33个小时都没有离开，他都咬死说对方只是朋友，连个好字都不肯加。第2天从自家离开时，天王穿的红色上衣上印着 alternative， 像他一直以来对恋情的态度。莫非他不明白，如此一来，熊黛林立刻就变成送上门的舔狗，确实薄凉的有些残忍了。每一次，天王不用出钱，不用出力，只需要他承认下一段昭然若揭的感情，但是他的嘴巴比保險櫃還緊。會有更適合阿 Lin 嘅人去照顧佢，同埋去得到幸福。阿 Lin 都喺我心目中都係好朋友嚟嘅，對我諗相信永遠都係。所以熊黛林在32歲生日收到了友誼長存4個字作為生日禮物後，逃命般地離開了這個男人。他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另一段感情，篤定地火速結婚，又趕在育齡最後的關口生下孩子。午夜夢回，他有沒有摸着胸口暗嘆一句好險不清楚，但如果當初繼續耗下去，大概也會和一些太過實心眼的女性前輩一樣，耗盡青春，耗得自己沒了退路。3條腿的狗少，2條腿的人多的是，為不值得的男人折磨自己最不划算。我估計熊黛林都後悔自己跑晚了。男人如果太小氣，就會變得很抽象。武林，在說我嗎？思密達？卤蛋，請自重。我在說小氣的男人，這個門檻對你來說太高了。你是吃軟飯這個 team 的。張汪徐句式，你金主都疊了3層，下次不要再自己 Q 自己了。男人小氣大概是2個原因造成的，一是出身苦，窮怕了；2是年輕時受了情傷，從此對女人有了防備。郭天王家境普通，家中5個孩子，他排行最小。中學畢業在冷氣公司做工人，今天的一切全靠自己奮鬥而來，是吃過些苦的。加上1999年他在澳洲被仙人跳，名聲掃地，演藝事業也幾乎斷送，怨不得他時時處處對人又防備又小氣。在感情上，郭天王一向寸步不讓，擋都擋不住的鶯鶯燕燕來了又走。和他愛過的女人們都在體驗了一場抠抠搜搜的戀愛後全軍覆沒，而且幾乎都是不歡而散。
钟丽缇从不提这个人的名字。叫大家欢喜，我们是灰姑娘，我们就觉得，其实我们女人都很喜欢这一天可以能够找她自己的爱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准好好找，好好的写，是慢慢找吧。名模 Amanda S 和他也是不愉快的分手，苟芸慧背负骂名，分手后立刻爆肥。熊黛林就更不用说了，7年青春换來郭天王一套鞋子合腳論。等於你着住一對鞋，如果呢對鞋唔啱着，你會覺得成日綁腳，你會好唔舒服。你想除咗對腳，你想除咗呢對鞋，換過一對比較自己適合啲嘅鞋去着。因為我哋係一定必須要，因為鞋對我哋嚟講好重要，我哋每日都要鞋路，即係等同你身邊一個你自己嘅伴侶，即係將來唔知會係點，但係起碼你要揾一對合適嘅鞋着上去，自己嘅感覺。只能說我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。郭天王的鞋子合腳論調子定得太高，壓力就自然給到了即將上場的鞋子身上，期待值也拉滿了。結果後來這雙天王真正覺得合適舒服的鞋是一雙塑料涼鞋，來自安徽小鎮的上海愛麗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來自上海的愛麗絲，我在上海做會計工作。方圓的愛麗絲時期是在2012年前後，她參加貴州衛視一檔相親節目《非常完美》，節目有劇本，製造矛盾，吸引眼球，抄台灣90年代已經玩爛的綜藝《分手擂台》，但借了相親的殼。愛麗絲的職業是會計，在舅舅的家族企業工作，芳齡23。在節目上和一個男嘉賓演繹了一段痴情女追絕情男的戲碼。其實當時方圓已經25歲，其他信息只能說對，但對的不多。1987年生在安徽的方圓，初中畢業在舅舅開的建築公司做會計。節目基於這些信息吹牛逼加撒謊，虛構出了一個叫愛麗絲的痴情白富美。21歲，方圓跑到上海做滬漂，參加了一個沙灘寶貝大賽，拍雜誌，做美妝模特，開網店，開始靠臉吃飯，拍了不少又純又欲的照片。他又港漂了一段時間，取名 Mocha， 拍了一部網劇《女生公寓》。也是在這一年，他認識了名媛媽媽桑 Amy 姐。此時距離他和郭富城的人生軌跡交織在一起還有不到2年。Amy 姐90年生人，南京金肯職業技術學院經管專業畢業，後來在江蘇衛視做編導，名義上是文化公司的藝人總監，負責找漂亮妹子上節目。但是 Amy 姐腦子活絡，節目需要漂亮妹子，公子哥和土豪也需要漂亮妹子，給誰找不是找呢？更何況自己手上有現成的資源。Amy 姐就又發展了一份副業，帶着自家姑娘出入各種飯局派對，瞅準機會就扯個皮條啥的。Amy 姐這兒的就業率還是蠻高的，聲名遠播，很多一心一意釣金龜的妹子聞着味兒就來了。這也是江湖傳言裡 Amy 姐和她的名媛訓練班的由來。說起來 Amy 姐倒不一定是開班授課，但是帶着妹子們穿梭在各種闊佬飯局是肯定的。Mocha 說是在飛機上邂逅了郭天王，這倒是真的。就是我們在飛機上，就是我睡醒，然後他坐在旁邊嘛，一回頭，這個人真的很帥。因為 Amy 姐的一個技能就是買下天王們的私人行程表，然後安排一次次的偶遇。機艙狹小而私密，既沒有外界打擾，又無處可去的幾個小時，四目相對之下，得手率相當高。Amy 姐是懂行的。你還別說，一個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的人，帶着一堆加起來沒一張大專文憑的妹子，硬是讓各位大明星天王都吃上了預制菜。好多人說起名媛訓練班都嗤之以鼻，我倒覺得這點子相當不錯。初中是學渣，
为了考清华，高中上个培训班怎么了？人最终还不是考上了。你还别说，人人喊着躺平的社会，就有这么一群弄潮儿，一门心思要靠婚姻翻身，积极拓展圈子，攀附结贵。这么一说，其实这些妹子是相当励志了。更何况，原来狐妹子这事儿也是需要天分的。2015年底，郭富城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那张皮肤白皙、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几天后，他再下一城，这次女孩露脸了，虽然戴着墨镜，但能看出来是个妙龄女子。摩卡从此登场。所有 Amy 姐带出来的妹子都经过统一培训，男方一旦公开，都要艾特自己的微博名字。郭富城如此，黄晓明也是如此。但是 Mocha 真正被记住，应该是香港机场这次。他正推着行李赶飞机，忽然备受困扰的大声喊：不要拍了好不好？赶不上时间了，拜托拜托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这边名，我赶不上时间了。我知道。要赶飞机了。他时而拿外套遮住脸，时而蹲在地上，六神无主的让人以为堵在他前面的是千军万马。谁知镜头拉远，除了2个狗仔，空无一人。可云上身，但可云是精神出了问题才降神儿的。方圆之所以像上身的鸡童这么抽象，可能是把这话听进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，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。彼时他刚攀上天王不久，或许内心已经认定自己是天王的女人，所以每分每秒都为自己铺排一出巨星太太隆重登场的大戏。不只是 Mocha， 还有老房子着火的郭天王。当他单手插兜从远方走来，就像个1.65米的超人，来解救自己的女人。方圆觉得郭富城简直帅死了，郭富城也觉得自己简直帅死了，而且觉得方圆觉得自己简直帅死了。他半辈子就等这一刻，至此艺术已成。方圆跟着 Amy 姐钓凯子那会儿，配得感这个词还没出来。Amy 姐顶多说过你们要支棱起来，凯子们才不会觉得你是癞蛤蟆之类的话。方圆这些年也学了点网络新词儿，却没想到他是不配用配得感这个词的。他的配得感是薛定谔的配得感。在桃花坞，他有种睥睨天下，老娘今儿终于抖起来的扬眉吐气。但在郭富城面前，别说配得感了，一个屁都只敢分2次放。钢丝球的花语是隐忍和富贵，原本是放在鸭身上的，如今放方圆身上也合适。当男嘉宾笑着喊他天王嫂子就在这坐着不太好吧，咱们不得弄好。方圆皮笑肉不笑了一下，没接话也没看对方。进了房间，周涛让他坐自己身边，来坐吧。方圆小声说了句，我不喜欢坐旁边。对位置有执念是网红的通病，因为他们活在2维空间，比的就是排面、造型和位置。长期浸泡在这种语境中的方圆，会格外留意镜头有没有对准自己，在乎自己是不是在 C 位。因为我不喜欢坐旁边。但按方圆浅薄的认知，他当然无法明白 C 位是流动而不是固定的。桃花坞里，他只要坐在周涛旁边，其实已经无限接近 C 位了。其实有关中间的问题啊，过去来讲啊，应该这么说，我坐在哪里，哪里就算中间。对了，他是不是没学过刻舟求剑啊？按这姐们儿的智商，我怀疑她真能船一靠岸就一个猛子扎水里。她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的配得感，每时每刻。我男人是4大天王，
我崩老头，不对，我崩天王，不对，我是天王嫂，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给我男人提鞋的，所以我男人有多牛，我就有多牛。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感，方圆开始拧巴，开始端着，开始无法自洽的漏洞百出，甚至忘了自己是桃花坞里唯一没有任何作品，莫名其妙误入天家的那个人。他要住男生的那个单间，即便知道这样的话9个男人就只有一个卫生间用，他也不为所动，不回应，不接话，不妥协，就这么安静地玩头发，用4分薄凉、3分讥讽、2分嘲笑、1分不屑的眼神静静看着别人为难。他非常局外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样的强压力之下，他竟然可以保持沉默，并用沉默捍卫自己的配得感。我在频道第1集的向太视频里就说过，心机重的人在最不利自己的时候都很会沉默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不说话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？ No no no， 能在各抒己见，但是自己是问题根源的时候还能憋住不说话是很难的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本事。可是向太的沉默是心机，是让自己从纷争中剥离出来的自保，又能局外地看着别人处理烂摊子而不吭声。而方圆的沉默是懵逼，没有文化，没有职场经验，没有社会阅历，没有在娱乐圈混过，甚至也没有做节目的直觉。在当了10年天王嫂之后，忽然来到了一群鲜活的在镜头前游刃有余的人面前，他其实是非常没底的。他很怕露怯，怕被轻视，怕被挖坑，怕被讨厌。他的不安吞噬了他，他其实非常不享受这个过程，甚至可以说紧张。人在紧张的时候只有3种反应：战、逃、定。他没有战的魄力，亦无处可逃，更不知道怎么丝滑脱身，所以剩下的只有定。定就是不做任何反应，木头桩子一样杵在那儿，所以才会忽然冷场，像一根定海神针，眼睛直勾看向一片虚无。其实他早就宕机了，他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，因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有可能错，所以进入休眠模式最安全。当有人提出那也没关系，我们实在不行咱们先试一天，他也只是浅浅笑了一下，像是松了口气，也默认接受了这个提议，所以后面他才说，我想我也不是抢的，就是他们都是说他们不需要。在他的认知里，他以为别人做了决定，自己就不会有责任。其实只要别人做的决定是基于为他考虑的角度，他就已经卷入了这个决定中，从而脱不了干系。而真正的不承担责任，是主动让别人从被自己影响里剥离出来，于人方便，于己方便。可这个道理方圆肯定不懂，对他而言，不会就装傻充愣，只要你没道德，道德就绑架不了你。与其委屈自己，不如为难别人，放下个人素质，享受缺德人生。但成年人的游戏，尤其还是在一个让人性无从遁形的真人秀里的这场成人游戏，不是这么玩的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想要扳回一局的小作文更是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。也是郭富城孤寒，不肯花钱给媳妇儿找个公关公司，结果出炉了一篇漏洞百出、毫无逻辑的文字，硬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而且他没有什么文化的短板，暴露得相当彻底。他一上来就说，分享一段我和女儿的故事。都知道故事要具备6个要素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。但他略过了这一切，直接上价值。
后面的孔融让梨又是小学内容，姐妹儿这层次也就顶到这儿，不能再多了，而且就这还理解错误。至于它通篇的核心配得感，其实我个人挺不喜欢这词儿的，很 cheap， 小仙女们用来强词夺理的。配就是配，不配就是不配，你歇一歇是什么意思？配是事实的时候就是配得，不需要感。配得感是本质不配，但想要只好硬凹，所以配得感其实是一种伪装。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， 弄假成真，本质还是假的。方圆以前忙着钓凯子，现在忙着做网红、拍照、化妆。大姐这10几年就没看过几本书，扯个新词儿就瞎用。如果郭富城是桃花坞的男嘉宾，别说掉脸子，方圆压根儿就不敢争那个单间，因为有郭富城在，方圆就没资格配得。真要说配得，也得郭富城来说，他是真的对自己好，爱车就陆续买了30多辆超跑犒劳自己，喜欢出风头就做马主烧钱买开心。婚礼给自己安排的礼服是 Tom Ford 家的，价格约合37600人民币。方圆的裙褂是个中午服，这个品牌的裙褂根据金银线的刺绣密度可以分为褂黄、褂厚、大午服、中午服和小午服。小午服因为手绣密度最小，价格最低，几乎所有女星出嫁都会选褂黄。方圆这件买下来2万有找，租价也就才4000。可能是方父对这个金龟婿太满意，以至于激动得语无伦次，所以在婚礼上说：大哥，我小时候是听你的歌长大的，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，希望你好好对待她。坐飞机，天王永远给自己商务舱，方圆带孩子们坐经济舱。虽然他有美貌和年轻这2个杀手锏，但在天王面前，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。读书、工作、社交、才华、见识，美貌加上任何一张牌都会变成王炸，但美貌单出就是死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世间众生单独拥有美貌已是人中龙凤，如果真能再加持以上任何一项技能，可以说凤毛麟角，所以美貌才会成为能够单独拿出来的一项稀缺资源。方圆也是单凭美貌才拿下了天王。4大天王里，刘德华娶千金，前面隐婚，后面做豪门女婿，谨小慎微，不敢行错踏错，说到底不够自由。搞艺术的如果被婚姻束缚太死，会影响发展。那么热爱这一行的刘天王只能说冷暖自知。张学友娶同行，菲佣姐姐扮张太如扮虎，太太还有严重洁癖，家里有这么口子人，另一半是享受还是忍受真不好说。最重要的是罗美薇独揽财政大权，当年钟镇涛破产1次，已经和张小慧分崩离析，日子都过不下去。罗美薇搞投资破产2次，2次都是大坑。张学友早就说过，赚够了就退休享受生活，结果一坑刚平，一坑又起，如今还在狂开演唱会。仅仅2016到19年这3年，大哥就开了233场，相当于4天1场。到去年，张学友的个人巡演已经突破了1000场次。60岁的歌神，经验足，叫声纯，身世惨，价格到位，全国可飞。你现在还能看到张学友开演唱会，都得感谢罗美薇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。唉，一语成谶，歌神真的是太老实的一个好男人。听到你来去是回，回来不讲俺的女人，东边找把我西边的找，南边找把我北边的寻。
成龙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我几个好兄弟啊，一个手就数不完了，都是如此的下场啊，都是老婆拿走啊。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，我就因为是这样，我对我老婆有戒心，我没有给她一分一毛，每个月这个是家用，所有钱我自己抓住。黎明娶了有型有格的乐基儿，后面离婚，再找的经纪人也是事业型的，知根知底。虽然不至于伴君如伴虎，但日子肯定不如郭富城舒坦。论实惠，3个天王都不如郭富城，他才是真正的管理大师，活得透彻又舒服。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，并且不在意外界舆论、伦理、世俗的绑架，而且还能周旋在各个方面维持平衡。他最爱的人就是他自己，所以在娶妻上面，他也遵循这个原则，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对你爱不完的人。这里的你就是他自己。他是一种一定要先让自己活舒坦了才考虑别人的人。其实成功男人到了一定年龄后，就不需要旗鼓相当的灵魂了，他们只需要一个功能性的妻子，提供生育价值、性价值、服务价值。他们在生活中拥有绝对主导权，太太完全彻底地依赖他们，言听计从，温柔乖巧，安稳地扎在大后方。像昆凌之于周杰伦，轩云之于潘玮柏，商人也一样。已故富豪霍英东和林百欣的2房3房，任正非的后2任妻子都是秘书出身。这样的年轻妻子对他们而言是全方位的生活助理。人生下半场，用财富、名气和地位兑换年轻貌美好生养娇妻的模式，在各个圈层都不新鲜。郭富城不缺钱，不缺名，就缺一个听话漂亮的女人，给他生孩子，陪他在马场风光。他数十年如一日自律出来的好身材，只需要一个妙龄女子衬托，就更英俊帅气多金。男人不能把银行账户余额写在背上，不能把房产和豪车扛在肩上，所以怎么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呢？一个娇妻就够了，年轻美貌的娇妻带出去，这桩展示就完成了。郭富城当年是因为拍台湾小绵羊机车广告而爆红，这款机车主打体积小又轻巧，所以对男演员只有一个要求，又矮又帅。现在流行的花美男，郭富城40年前就玩得炉火纯青，中分的茂密长发，微微皱着的眉头，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在45度角放空，比女孩子都漂亮，硬是在硬汉当道的90年代杀出一条血路。但英俊的矮子一直是天王心头的一根刺。当初因为熊黛林穿高跟鞋能在大街上和他吵，所以他后来矫枉过正的厉害，一边增肌一边美黑，什么角色落魄演什么，最好又穷又沧桑的，他演这种角色真是一把好手。这个心路历程从小白脸到战狼的吴京也走过，不过吴京的声线是个大硬伤，就算把皮肤搞糙，胡子留起来，但一开口就是萝莉音，再配上他的络腮胡，反正挺抽象的。为了能再长3公分，天王没少在发型上下功夫，他家的发胶估计消耗挺大的，这么一来怎么也上1.7米了，再加上方圆比他矮得多，有这个参照物在身边，更衬得天王高大伟岸。这种幸福感是和熊黛林谈恋爱时没有的。即便是官宣后，郭天王对方圆也和所有历任女友们没有任何不同，只有陪伴这一项功能。那时方圆还住在上海松江一个普通的酒店式公寓，别说豪宅，方圆甚至连车接车送都没混上。他去香港看了8场郭富城演唱会，从香港回上海还是搭闺蜜的顺风车，闺蜜送她到松江九亭的青年公寓，她独自拉着行李箱回家。
这叫什么呢？千里送啥呢？送掌声。当时他们热恋已经2个月，按流程，下一步方圆应该搬出出租屋了。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并没有。那时候的方圆估计也暗戳戳地想过配得感，但又转念一想，自己配吗？也就悄悄咽下了这个念头。所以在他声东击西地暗示天王想买个10万的爱马仕包的时候，天王直接提出分手。他赶紧失去的闭嘴，乖巧的什么似的。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影子2年，2017年天王忽然宣布和方圆结婚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届时天王半百，方圆怀孕了。